位同学，你们好，十分荣幸能够跟大家再次见面。上一单元呢，我们采访了原国家艺术体操队队长，现如今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张琳老师。本单元我将专访浙江籍的另一名体育健将吴彩荷，他是我国著名皮划艇运动员，现如今呢在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任教。说到吴老师，他出生在浙江省的温州市，在中国皮划艇国家队的10年间，曾多次获得亚洲锦标赛、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青年锦标赛单人项目的冠军，被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退役后，先在北京体育大学读本科，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后在浙江杭州的一所高校担任体育教师。这样一个有故事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生经历让他取得昔日的体坛荣誉？大家又能从他的身上学到哪些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吧。胡老师，之前呢，我采访过了那个就国家艺术体操队的队长，他叫张琳啊。他提到了他的母亲其实是曾经是这个跨栏运动员，他从小进入这个艺术体操呢，其实是受到他母亲很大的影响啊。那么，胡老师，你也是这样同样的情况，还是其他的情况？啊，我呢，父母啊都是普通的农民。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就是在山上生活，所以呢，小时候在山上蹦蹦跳跳啊，爬爬闹闹啊，然后，可能是在山上长大的原因呢，当时小时候就展现出这种，运动的这种天分。那么后来也是机缘巧合，有一次在瑞安体校，暑假锻炼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初三，省队的教练呢刚好到瑞安体校来选材，刚好看到我，后来就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发现我各方面呢跟这个皮划艇的这个选材的一些指标非常符合，包括身高、体重、爆发力以及一些专业的一些指标。后来就到省队集训3个月，3个月结束之后呢，就转实训，就当时正式入队了。到杭州省体校的，然后就一直在那边锻炼。那我是属于3级跳，没有经过温州体校，没有经过浙江省少体校，那直接就到省队。那么还有这个在你的履历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你在国家队的那个10年当中呢，其实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奖项啊，比方说是全国的，还有亚洲锦标赛的啊，这些能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吗？可以。其实我从事这个项目的时候是93年，那么95年呢，我就拿了全国青年净水皮划艇锦标赛的4人划艇的1000米和500米的冠军。后来呢，是由于伤病的原因，半月板当时受伤做手术，那么在沉寂了大概4、5年，曾经也想到放弃过啊。那么后来呢，到了2000年的时候，这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啊。这个有时候突然可能这是一次转机啊，来了一阵台风，把我的艇呢刮到这个千岛湖去了，破了很多洞，这个艇呢是第2天就不能划了。我跟教练说，我的艇已经破了，没办法划。教练说那边有新的是从富阳船厂买来的一批新型艇，这个艇买了已经很久了，很多队员呢都不要划，因为那个艇是变窄了之后呢，它就重心就不稳后来我就划那条艇，成绩突飞猛进。可能是我的这个技术风格刚好符合这条艇，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啊。那么接下去就分别获得了亚锦赛2个冠军和全运会的2个亚军。那说起来啊，就是因为我在采访那个吴老师之前呢，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下啊，然后输进这个吴彩荷这个名字以后，就啪跳出来一个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这个报道啊，他说在
01年在广州举行了一个这个全国比赛呢，你在冲到终点的时候不慎落水了，但是最终的结果你还获得了这个亚军。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这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呢是浙江队，跟孟光良是师兄弟队友，我们2个人呢应该是当时的浙江的双保险，在这个划艇单人项目当中是双保险。那由于这个全运会赛制规定呢，每一个省只能报1条艇，那么后来孟光良呢就代表浙江参加这个全运会，我们浙江省的体育局他们通过借调到贵州进行双积分，就是说我如果拿了冠军，那么也能够获得浙江也能获得半块金牌。我代表贵州，那同时其实也给了我一个比赛的一个机会啊。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当时全运会的时候呢，我跟着我们浙江的第1名紧盯后面的第3名。那所以呢，我在划的过程中呢，一直在盯着第3名。然后在冲刺的时候呢，我为了要更多的拉开它的距离，那么最后蹬了一脚，掉下去失去重心掉下去。当然按照这个比赛的规则呢，其实我是只要挺头撞线就可以并不算犯规，所以银牌还是有效的。胡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其实不是机缘巧合，其实它有必然性。那这个呢，我想可能你的熟能生巧，因为平时不断的在锻炼，你知道这个卡点是不会犯规，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也是胡老师非常机智的一个这其实跟我们平时不断的锻炼不断的积累经验，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那么你们的这个训练的基地是在哪里的？在千岛湖。一直在千岛。对。那我们学校是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然后我们那个本部呢是在这个萧山高教园区，是属于4A 级景区，还有一个分校是在千岛湖校区，它又是身处在5A 级景区的一个这个校区，是非常漂亮。所以如果有机会，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可以去看一下，一定。那么这个在皮划艇的比赛当中呢，是不是单人项目比较多，还是说单人、双人项目都是差不多的？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大家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都是学习单人艇的。单人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肯定是单人艇要多于双人和4人。那么我们划艇呢，它是单膝单桨跪着划，跪着划所以学习划艇的这个难度，包括它的出成绩的这种比例，相对来说要更久远一点，更难一些。所以学划艇的要少于学皮艇的。划艇的少于皮艇的。那有一些人他是皮划艇叫静水运动员，这个东西怎么理解？什么叫静水运动员？因为皮划艇呢，它还有一个是急流皮划艇。那为了和它有一个区别，我们一般正常的皮划艇，所指的就是静水皮划艇，然后它是没有水流的。那个是回旋皮划艇，那个叫急流回旋皮划艇，那个是它是有势能的，从高处往下，然后进行穿越各种障碍。对，那个在我们国家也有开展，开展的省份呢，主要是一些水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些省份，包括我们浙江也有基地。浙江也有基地。那么现在胡老师是在那个浙江体育叫职业技术学校在任教对。那么你是多大的时候是退役的？我退役的时候其实年龄不算大其实只有26周岁。退役之后呢，我其实就当省队的教练当了一段时间。省队的教练。然后后来去进修，考了我们浙江大学的硕士。这之后呢，后来又回到我们这个，其实相当于我们一个系统我们的学院当术科的老师教授体适能还有私人健身教练，还有游泳的课程。对。
像胡老师的话是当时退役，在省队做了教练，然后呢自己又去进一步的这个学历的提升，后来呢回到了这个体育学院当老师啊。那么一般的运动员的退役以后，一般都会选择做什么呢？其实在我们水上项目的运动员，大部分还是自主择业啊，自主择业。那么有些会去当老师也有啊，去做教练。那么像胡老师，你是自江温州瑞安走来啊，然后呢一路走进了这个国家级的皮划艇的这个，就是属于最高级了国家级的这个皮划艇的队伍中啊。而且现在退役以后呢，又成为了一个这个光荣的这个人民教师啊，把你自己的这种努力又延伸到了更多的大学生身上啊。那么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啊，就是你最想对我们国内更多的大学生说点什么？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在大学生涯一定要坚持好，经常运动，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运动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同时呢，运动也能磨练人的意志。这种精神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呢，我觉得经常运动的大学生一定能够在各行各业做得都非常好。只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运动习惯啊，我觉得这就是在大学生涯当中一定要去坚持的。好，就是吴老师这句话，我们天天说自己要这个保重身体，要坚持锻炼，但是坚持这两个字太难了。所以非常感谢，就是今天吴老师接受我们的这个采访。那我也在这里代表就是选修我们这个游辩亚运参赛国的国内的大学生呢，谢谢你的分享。同时呢，也祝福你一切顺心如意，再次感谢。不客气，谢谢，谢谢黄老师，谢谢。好吧，总结一下本单元所学的内容吧。今天呢，我有幸单独采访了吴彩荷这位昔日的国家级皮划艇运动员，今天的高校教师，一起倾听了他的成长故事。那么我最想用一句话来夸赞他：功夫不负有心人，铁棒磨成绣花针。的确呢，从皮划艇健将吴彩荷身上，我们感受了运动员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和努力，也包括遇到的挫折和困难，才换来了我们所能看到的辉煌成就。正所谓长风破浪会有时，人生难免有所遗憾，可贵的是从事勇气和信心，再现柳暗花明，续写人生精彩。下一讲我们会带领同学们一起参观杭州亚组委设立的杭州亚运会智能展示中心，进一步了解前18届亚运会的举办情况，尤其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的一些细节。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教学视频吧。同学们，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